随母姓是从90后这一代开始兴起的，主要也是因为现在女性社会的确越来越高了。我们在职场上就能看出，很有能力、挣钱多的很多都是女性，而且很多公司的高管也大部分都是女性。所以说，女性逐渐成为了家庭的重心，并且尤其是独立女性的出现，更是让女性越来越自信。有人表示随母姓是好事，也是夫妻恩爱的象征，有人却极力反对随母姓。那么随母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孩子随母姓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随母姓会让孩子无法理解，甚至自卑。随母姓看起来其实就是满足了父母的需求，就是妈妈们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，婚姻恩爱的象征。但其实对于孩子而言没那么好，因为不管时代再怎么变化，一些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还是存在的。人们生来就觉得应该随父姓，这才是正常家庭有的现象。而要是孩子随母姓，不是父母离婚就是闹矛盾，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。所以孩子们也是这么理解的，尤其是上学以后，孩子们可能会聚到一起说这个事情，这样孩子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不被疼爱的存在，甚至开始自卑。随母姓终究不被人们理解，随母姓很容易让老人区别对待孩子，老一辈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。他们认定的事情我们怎么说都没用，而他们无法理解随母姓，即便到最后你们小两口决定了孩子就随母姓，那么这在奶奶家里就认为这孩子不是他家人，是外星人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而当老人有这种心理，他们对孩子就会很冷淡很疏远，这也会让敏感的孩子感觉到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只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爷爷奶奶不喜欢自己，自己就真的这么不讨喜吗？并且这样的想法还会让孩子越来越不自信，与人交往会觉得自己不讨喜，所以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伤害。不过这都是因人而异的，随母姓只是会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，但是也不是说随母姓就一定会变得不好，有些情况下随母姓反而是好事。如果有幸能娶到这3个姓氏的女人，建议让孩子随母姓，很难得。第一个，东方。父姓现在是很多父母取名的首选，甚至很多父母即便不是父姓，也很喜欢给孩子另外取一个父姓的名字。就比如说之前一个大一的男生就因为名字火了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春秋战国，而父母谁也不是这个姓氏的，单纯的因为爸爸喜欢历史，还觉得春秋战国是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期，所以就给孩子取了这个名字。而这种其实多少有点无理取闹，但是要是本身父母有一个是很特殊的父姓，那最好就让孩子跟父姓的姓氏。就比如要是你的老婆姓东方，那孩子最好随母姓，尤其是要是女儿的话更好，因为东方不败这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历史性人物了，女性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存在，所以要是生女儿最好让孩子随母姓，意义非凡，还很难得。第二个，魏。这个姓氏也是十分少见的，而且一般这个姓氏的女生更是少见。要是你有幸娶到这个姓氏的女人做老婆，真的可以让孩子随母姓，因为相信无人不知卫子夫吧，甚至还有电视剧也是还原了卫子夫的一生。在过去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，他将女性地位提高了不少，而且卫子夫本来也是坚毅和智慧的化身，所以要是让孩子随母姓，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。要是女孩子就更妙了。3. 穆这个姓氏其实不算少见，只不过相比于大姓的确也是比较少见的，而这个姓氏其实也是很有来头的。穆桂英挂帅替父从军更是一段传奇，并且在孩子的课本中甚至还有穆桂英的英雄事迹，非常具有教育意义，更是历史人物中的女性表率。而要是让孩子随母姓这个姓氏，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，希望孩子能够有魄力，能保护自己，也能有情有义孝顺。可能随母姓在很多人看来其实不太好，但是这也是有特殊情况的，只要全家人都不在意，并且家庭环境其乐融融，随母姓问题不大。而且要是妈妈的姓氏的确就很特殊好听，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你们能接受孩子随母姓吗？你们身边有哪些比较特殊的姓氏？欢迎在评论区里互动留言，下期再见。